很不幸，你错过了10点入睡的黄金时间，现在你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。爸爸妈妈对此会很不高兴，他们马上就要下楼来找你了。请在他们找到你之前熟读此规则，这将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1. 由于爸爸妈妈房间距离楼梯较近，假如你的确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，那么请立刻关闭房间里所有正在打开或工作的电子设备。如果没有来得及这样做，立刻用杯子遮盖住身体。你需要假装睡着了，也许这样能够骗过爸爸妈妈。2. 妈妈的脚步声一般更轻。假如是她来检查你的房间，假如你不幸被妈妈发现了，你可以躺在床上，妈妈大概率是不忍心伤害你的，但她会向父亲报告这一切。相信我，你不会想和父亲打交道的。3. 父亲下楼的声音比较沉重。假如是他下来的话，你不仅需要立刻关闭所有的电子设备，你甚至不能发出一点声响。躲在床底下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爸爸十分的敏锐，他总是能够察觉到你的存在。你只能闭上眼睛，假装睡觉并祈祷。也许几分钟后爸爸会离开，不要马上出来，等待半个小时。有时爸爸只是在试探你，他可能会假装已经离开了。4. 永远不要相信你房间里的灯光。假如它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打开，你需要马上关闭它。打开它的人在黑暗中很难发现你的存在。不过假如灯光在打开的情况下突然关闭的话，你需要立刻躲到床底，你不能去到任何其他的地方。5. 如果你听到了窗外的树木沙沙作响，立刻检查窗外是否有什么东西。假如窗外的树木上出现了戴着动物面具的人类，检查弟弟贴在你房间里的护身符，只要他们还在，你就是安全的，否则那些东西会进屋将你永远带走。6. 弟弟下楼的声音十分轻快，你一听就能马上分辨出来。当他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总是能够平静下来的。你可以和他聊天，聊任何事，但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声音太大了，否则这会引起父母的注意。一旦让父母发现弟弟来找你的话，那么你可能就永远见不到弟弟了。7. 走廊里有一张爷爷的大照片，假如你无聊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和这张照片说话。虽然爷爷并不是总是能回应你，但他一定是能够听到的。8. 姐姐比我们大5岁，她十分的伤心，你不应再去打扰她，让她遭受折磨。最近她买了一些玩具陪她，这些玩具有时会在走廊里漫游，也许你可以找他们陪你玩。9. 最后一条规则，我想告诉你，假如你真的被爸爸妈妈攻击了，那么你还有最后一条自救的办法。奶奶的房间在1楼最靠边的房间，立刻把奶奶叫醒来。奶奶从小就十分的疼爱你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她都不会让爸爸伤害你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你生存的规则。自从你上个月出车祸以来，家人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悲痛，不过还好你健康的回来了。我不想再次经历失去你的悲痛，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遵守这些规则。爱你的弟弟。